杨白，咋样？咱还是来晚一步，东西全都移走了。移走了。老板，来箱酸奶。哎，你要啥口味的嘛？有黑的，还有白的。好好活着，你没错，是我对不起你，我会给你一个交代。这快就转走了，应该转走没多长时间。你查一下村里的摄像头，看看能查到啥线索。到这，又晚一步。那咱现在咋弄？是继续往回赶呢，还是留在蛟城给吴迪他们再盯一下？回吧，也用不了这多人。啊，你说？远光他可能要干啥事？啥意思？慢慢说。好，我知道了。哎，麻烦你们继续跟进一下。好，谢谢。哇，哎，咱刚去文文店的时候，我李远光就在文文店附近呢。咋回事？交警队的同事给我打电话了，他们调了文文店门口的监控，发现李远光进了文文店里边了。出来后上了一辆黑色帕萨特车，他们现在正在调周边监控，看能不能把车的行动路线给调出来。咱俩就是一对废物。那现在咋弄？等，等等，我来了。给你个交代，咋是啊？我不知道。你还不说实话？不要等出大事吗？是刘书生，刘书生。给我个母亲回下了月，才怀了这个娃。喂，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李队，李远光车新进来，
他出了脚程，我楼上马上起来。跟乐山警方联系，可派我给他们，设法拦截，派人支援。你在这干啥呢？也不知道进去帮个忙。你说你能弄个啥嘛？连个篓子都生不出。刘叔嫂，我跟你来这破山沟沟里，一天挨饿受冻不舍，我还要伺候你，给你洗衣服做饭，半句好听的都没有，落下的全是埋怨。我命咋这么苦的？这个破地方，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呀，我的媳妇儿呀，你得挂着呢啊！这地方咋了嘛？多少城里人想往农村跑呢，人家为啥来？这地方空气好嘛？这叫啥？这叫天然氧吧？这是世外桃源。你当啥呢？你挂着呢？别憋我了，不像你那么乖，给人当猴饭，替人背黑锅。哎呀，你真是不要见你弄哈。等咱回去，我让你好好看一下谁是猴，谁罚谁呢？啊，不信你信也是鬼。对，别闹了，等着，垃圾给你走完教堂去，吃没门去。那教堂跟我也来一碗啊！你咋跑来了？没见回你？俺啥时候能回去嘛？嫂子，辛苦你在山下头跟我闹2斤卤肉了，我跟森哥喝2杯。买肉去。哦。谢谢啊。穆建辉让你来弄啥来了？啊？你这伙动哈的事，把我撇到这儿，啥意思嘛？我这2年啥也没干，净在家里头数钱了，背个锅还不愿意啊。你都把肉吃了，我光喝点汤，咋还让我给你背锅啊？真把我当瓜子？刘叔嫂，没看错你，你啊，就是一块烂泥，扶不上墙，下不了窑，也烧不成个东西。李远光，你都算个弄啥的嘛？啊？你就是条狗，给你撇块骨头子跟着跑你，你跑我这还叫唤上了。你才知道我是吃狗屎长大的。我一直有个问题，你说人跟狗是最好的，为啥人一有事要说狗呢？狗东西，走狗，为啥？为啥？因为狗永远都是狗，当不成人。狗啊，其实怪狗，是人心黑，污染了狗。你不会养狗，我说啥？你以为你打哈骂哈，狗还会跟你摇尾巴？但是你不知道，狗有一根筋，你得是动了这根筋，狗怕是要咬你一口。你这说，我是把你那根筋动了，你连我都咬了。给你看个东西。
看这个娃得是亲。亲不亲跟我有啥关系？哎，咱能没关系？这个娃以后得管你叫舅舅，他是你的亲外甥。呀，这是谁的娃嘛？把我叫舅呢？他叫得着吗？你知道我为啥要跟着穆建辉？因为他给你肉嘛，能把你喂饱嘛。钱是个啥？从来没把钱当个啥事。我有个哥，亲哥，也戴个眼镜，书念得好。后来为了养活我，把学断了，跟上几个哈送到东北下矿。有一天不知道为啥，眼镜让一个哈送踩坏了，配炸药的时候没配好，结果你知道我第一次见穆建辉，我以为我眼睛花了，得是我哥又活过来了。你就是眼睛花了，长得像是当亲哥的。这些年你跟着我沟子后头混吃混喝，成天生个长生个短的，你把我当啥呢？你呀，当啥都不配。你就是个白眼狼。穆建辉对我不为情可擦，所以那娃是谁的不重要。你这来到底弄啥来了？我到这儿来2件事。第一，给我媳妇出个气。第二，把我哥的钩子擦干净。这架子上，未来放的就是咱的江山。走，回去吃饭。哎，小恒，哎哎哎，你咋在这儿？弟弟回来了啊？咋不进去呢？啊，等来娃呢，说是今天回来没见影。今天回来？这几年我一直在外头打工，好不容易做完思想工作让他回来。没影，你得先进去。饭都做好了，饺子都包好了。好。好。去。小恒，走，回。啊，我回来了。小恒，爸。
长高了呀！像啥？这啥？你看，这是啥？走，回去吃饭。你妈饺子都包好了。好。妈，小曼。呀，我回来了。回来了吧？咦，这黑了，也瘦了。妈，这是我这2年挣的3万块钱，我都上交。是。啊，对，爸给你们做上哈。好。行。我回来了。我给你泡了羊肉的、牛肉的饺子。行。我是你爱吃的。我多吃点。回来了就别走了。好。酒都有了。有嘞有嘞。来。那咱喝一个。来，欢迎。来嘛，来，你们喝。啊，来，欢迎回来啊！辛苦你们。多吃点啊。好。快吃吧呀，都凉了，我弄了半天。来，给。咋样？好。这来。快吃你的快。好。我给你喝呀。来，给你喝一个嘛。你都不知道来吧？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看见贝跟小红在那门口等你等的，那眼睛感觉都穿过墙都看见你了。再敬一个嘛！哎呀，吃饭吧，别喝了。就是呀。来，行，刚回来开始心疼了。啥时间都没有。好。哦，罗婷姐，今天我搁露丝沿着北边又寻了一下，确实有航墙，问题就是连不上一条线呢。没事，咱先吃饭。对。好，还有时间，不着急。大，就是你空的时候跟文保队的叔伯说一声，巡逻的时候让他们注意一下，看到航墙了吗？叫我一声，我过去看。行。回去我再跟全村的人说一声。好的很嘛。我墙长啥样子？这是照片。那你看，上面有个圆窝窝，哎，你就记住，长得跟咱吃的石头饼一样。香得很。香了。这素的吗？啊，芹菜。这墙我看着在正眼熟呢。我在兴旺家砖窑见过这墙。谁？兴旺？咱村有叫兴旺的。不是咱村，是新加坡。常佑的表哥嘛。我有会儿跟常佑去他屋里打麻将，去墙根放水的时候看见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墙大得忒得很。你确定不？我确定。你再看一下。就是这个墙。是这，咱先吃，吃完你要是没啥事你带我们过去看一眼，行不？行吧。先吃嘛，干嘛呀？光说话了。对。师傅，你多吃点。辛苦了。我瞧你的看不成。咋？俺屋电线，你的我轮胎，都是我兴旺弄的。为啥？咱考古队又没碍他们陈家坡的事儿，为啥要搞破坏？垃圾填埋场，我事情跟他们有关系。你的考古队。当了人家的财路。
的生活跟这是不叫兄弟。你一撅屁股就知道你要干啥，再这么擅自行动，看我怎么收拾你！那现在咋弄呢？速战速决，看完就撤。都是这个转腰，从外边进去，然后绕到后头，外边有个杂草地，咱俩里面。你在这守着，我们进去，守住了。走。出不去吗？这是偷东西的啊！快，往上跑了！来晚在这干啥呢？我找你罚你嘛！你找我罚你罚了个打！你带着考古队偷到我头上来了！啥考古队嘛？就大白，你带这么多人干啥嘛？来，起来！你们跟人继续找，我去打一下。我跟他一块去啊！干啥嘛？带这么多人干啥嘛？陈兴浪，你是叫陈兴浪是吧？我是探灵考古队的领队，我叫洛青。我们考古队最近发生了好多怪事儿，听说你知道内情，正好你来了，大厨司令，你打听打听。啊呀，你这歪女子还倒打一耙呢，这是的啊！打听事情，翻墙进来打听呢。我跟你们说，俺村现在有人看见你们翻墙进了俺家抓药了，你知道你这叫啥不？你这叫私闯民宅。走，带上你的人去派出所。走！我今天人就站在这儿了，我看看你们谁敢从我身上踏过去。陈家坡的各位乡党们，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垃圾填埋场到底是谁承包的？你说是谁承包的？谁把考古队破坏他包工程挣钱，一心想撵走考古队，就是谁承包的工程。小王，你娃把咱村想变成垃圾场了是不是？好我的赵林叔呀，亏我还把你叫个叔呢。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你这是咋了家？你反水你这是呢？以后你啥事找我也送过来，我现在打电话都报警。报啥警呢？报警抓你自己呢？兴旺呀，兴旺，你在引孙干的好事，你起手都已经跟我说了，你别忘了，你也姓陈。想去派出所可以，咱先到陈家祠堂过活一下。快！杭州，来，意思。辣子，这儿有，连上了。陈家祖祖辈辈在上，我陈思胜今儿在这磕头认罪了。陈家破损，就要毁在我这个村主任手上了。这事让能怪你了吗？要怪，都要怪陈希望了。陈希望，你把我们当枪用着了，你把俺垃圾场建在我先生头上，你把先生凶不活，都把这些皇上装凶死了，知道吧？就是这样，你把我先生陈兴旺，你别忘了，你也是陈家坡村的人，你爸你妈还在这扎着根儿，你工程挣钱了，
可以搬走，可以去城里买房。可你让你爸你妈，还有这些同宗同族的乡党们住在垃圾堆上，你能心安？就是的嘛！好了，各位陈家坡村的乡党们，四哥，我们考古队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不该为了考古随意翻兴旺哥家的墙。兴旺哥，对不住了。没事，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这垃圾填埋场的确也不是兴旺哥一个人能做主的事儿。我们考古队现在就是在跟这个项目赛跑，只要咱们能跑赢，我敢跟大家保证，这垃圾填埋场就肯定不会建在咱们这儿。罗领队，你说咋样才能跑赢呢？只要有我们能配合的，保证鞍前马后，服务到位。谢谢你四哥，其实没啥大事，就是让兴旺哥再把砖厂借咱2天。说话不？说话不？说不说吧？说。说一下。行，说吧。哎，说吧。不都说行了吗？行，我说了行。老领队，老领队，哎呀，老领队，追到了。这是我们在现场巡检的，你辨认一下。就是俺弟弟。俺弟媳妇现在咋样了？他现在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你别急，俺们一直在联系他屋里人。咋了？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咋没有了？小峰，姐，哎，你来接我了？爆炸了！鬼！陆建辉是鬼，你也是鬼，你们都是鬼！小峰，不怕？演得好，演得好，你比我穆建辉演的还好。哎，我跟你说，苏长，他被炸死了，都是穆建辉害的，刘淑兰害的。你说他们咋不死呢？你说这刘淑兰呀，最应该死都是他，是不是？你看穆建辉被刘淑兰炸死，这个刘淑兰呀，他可是你亲兄弟。有姐呢，大头死了，邢兆虎死了，李元光也死了，这上穆建辉的都死了，刘淑兰都是你。
图啥罪，蛇心心，你就是个活根，活根就是你！啊！朱三啊，可怜的朱目前会的延长拘留审查申请被驳回了。为啥驳回？重大案情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最多可以延长30日，目前会已经延长2次了，在看守所的时间已经超过30天。黄大庭的公们两个，一句话，目前会有罪，有罪为啥放人？有罪，咋定罪？现在只有燕小武跟我华南王的证词都是孤证，你给我说咋定罪？何小凤证词不算，何小凤精神失常，他的证词不能用。李月光、刘书生2个人死了，这案子没法办了啊！我不管，目前会就是有罪，就是有罪，这罪定要定，不定要定。我觉得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是，现在犯罪分子织了一张网，但是你们的网织得更大呀。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不要着急，法网恢恢。我觉得你们的网马上就要收了。
先生，想要哪个蛋糕？就这个吧。咱们家店可以写字，你想写点啥？就写亮亮生日快乐。好，这边。咱吃饭吧。我吃不下去。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一样。我跟书生闹翻过，也和好过。再咋势如水火，最终还是一家人。小凤咱养着，让书生安心走。往好处想吧，他这些年没受过累，背过亏，大小算是个人物，这就是有福之人了。可咱还要在这世上苦熬呢。他提前去极乐世界享福去了。他多享福啊！每天穿金戴银，这想的何来？到头来能咋？连个全尸都没留啊！别心思了，过好咱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今天是娃的周岁生日，咱给娃过一下吧。可以说实话了吧？娃到底是谁的？得是文文跟李元光的娃。这件事我确实瞒你了。娃的爸不是小光，是我。你在山上住的时候，书生给我和文文下了约，酿下了这个错。大人不对，娃没错。以后这娃就跟着咱过吧。谁呀？这么晚了？谁呀？我。你先进里屋去。娃呢？把娃还给我。文文，这娃也是我的。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远光的。把娃还给我。文文，这娃也是我的。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远光的。我把娃给你，你咋带？咋养活？文文，这不是生路，是死路啊！小光泉下有知，他能安心吗？你咋还有脸提远光呢？要不是因为你，他能走上这条路吗？是你把他毁了，你把我们一家全毁了。
你咋恨我咋怨我都收着，但是娃我不能给你。他在我这儿，我能让他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吃穿用度全是最好的，你能吗？错是咱们上一代人犯下的，娃是无辜的，凭啥夺走他健康快乐长大的权利？妹妹儿，我也是为了你好，人也翻过去，你就不能朝前看吗？你还年轻，带着个娃以后还咋嫁人呢？那嫁不嫁人用不着你管。娃是我生下掉下的肉，他流着谁的血，我现在一点也不在乎。我们就算去要饭，要的也是清清白白的饭，不像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滴着远光的心。既然你铁了心想要娃，那就去吸收我吧。你是小光的遗孀，无论啥时候我都希望你好。但是在娃的问题上，我不会让步的。没事了，给娃切蛋糕吧。我已经不认识你了。今天，咱公安局的、文物局的同志都来了啊，尤其是程志局长，刚刚从北京回来，下飞机就赶到这儿了。程局长，你跟大家说两句。赵局，我的话不着急，我想先听听两个部门同志的心里话。都不说，我打头炮了啊！这个表叔团伙呢，盘踞秦州省，这多年了，他的作案呢，时间跨度大，空间跨度大，人员的这个成分复杂，啊，有一般的社会成员，也有这个有头有脸的。说实话，我这个人呢，不爱诉苦。但是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们是真苦。我们办案有三难：要办的案子多，难；要追的文物多，难；要抓的人多，难。这难上加难，这三……你停一下，我知道你啥意思。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行不？317大案。省市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经省厅研究决定，317大案升级为省厅督办的案件。专案组规格升级，市局抽调精干警力，加强专案力量，也给咱们办案的同志们提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细化责任分工，把抓捕、审讯、外调侦查、组织案卷材料细化到个人，提高办案效率。要这说啊，我后面的话就不用说了。啊，我们虽然是不怕困难，但是领导要是能给提供帮助，我们欢迎。你行了，我知道你话后边啥意思，就是让我们保证后勤嘛。你放心，省市领导专门做了研究，做出指示，确保这个案子的办案经费，协调办案车辆，无论查到谁的地界，各地民警必须全力以赴的大力支持。感谢领导。现在有个流行词叫给力，既然公安的同志起了这么给力的带头作用，咱们文物局也不能掉链子嘛。我这次去北京见了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专家，把317大案的相关情况做了汇报。局领导特地嘱咐我，给同志们道一句辛苦了，也希望你们深挖犯罪团伙，
将它们连根拔起，加大涉案文物的追缴力度，坚决不能让文物流失。当然，我们文物部门一定会全力配合，做好协调工作。同志们，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前所未有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公安部、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立打击文物犯罪工作协调组，专门研究部署打击文物犯罪工作，督查督办重大文物犯罪案件，协调重大文物案件侦破事宜，指导各地加强文物安全防范工作，同时逐步完善流失海外的文物追索体系和机制，确保文物早日回家。在这个基础上，受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的委托，秦州省公安厅建立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信息中心，已经试运营成功，近期正式上线。这个中心将承担全国文物犯罪信息的录入、审查、分析、研判工作，为你们破案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同志们，咱们保护文物的工作迎来了全新的时代，从党中央到全社会都十分关注，这也让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但是我们的底气也更足了。伙计们，放开手脚，干就完了。欢迎欢迎啊！啊，快！辛苦了，好，欢迎啊！刘书生建筑公司那边有啥进展？啊，他那个会计跑南方去了，不过已经被兄弟单位控制住了。银行那边接着他。哎，小吴跟大爸新年了。镜子，走。再走。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的案情，有一条狐狸尾巴被抓住了。前段时间呢，咱务局跑了一趟肖国强的老家黄原，发现他20年前给人当司机，这人就是咱们赵有林。我们之前查过这个赵林的履历，他跟黄原没有啥交集嘛？有交集。当时的赵有林在黄原包过工程。我们走访的时候听到一些传闻，说当时赵有林在工地上挖出个老物件，倒手一卖，立马飞黄腾达了。虽然传闻
未经证实，但是从赵有林刻意隐藏这段经历的动机来看，赵有林这个人大有问题啊。所以，肖国强继续追踪，赵有林审问。慢点儿，小心脚下。这边，哎呀，注意头。哎，院长，张所，哎，辛苦师母，辛苦。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夯土墙当中的一段。失恋，来，你看这儿。啊，对，没错。哎，张所，师母，哎，确实是夯土墙。太好了，太好了！我听说找这个夯土墙，把你们找得烦得很呀。别提了，别人考过是生土里找活土，我们考过是活土里找活土，夯土里找夯土。这里的地势啊本来就不平，所以之前的人为了建陵园，都会把低处填平，再建夯墙，然后就形成了这夯土里找夯土的局面了。我们的考古日记里啊，记录了我们到底钻了多少口，但是呢，你让我们自己说，我们也说不上来，那密密麻麻的。你有的时候找到这种夯土墙2、3米了，突然就断了，断断续续，七拐八拐的。你像这种夯土墙，我们在隐村大墓东南西北啊4个方向都有发现。初步估算啊，这段墙基遗存，残长东西1200米，南北860米，正好把隐村大墓还有窦皇后陵围起来了。各位还记得当时发现的铺石遗迹不？这次我们在勘探当中又发现了几段，目前预估边长423米，宽约1.5米。我们判断这个应该就是隐村大墓的陵园边界，所以给它暂定名叫石围界。要是按照你们现在的说法，隐村大墓有17的陵园界限，对，窦皇后陵呢也有它自己的夯土的原墙，它们同处在一个大的陵园之中，对不对？对。哎呀，那这种布局明显的就是体现了帝后同营义血的葬制啊！没错，所以这隐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情况跟汉阳陵非常相似，由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我们已经找到关键性的证据来证明隐村大墓是汉太宗资陵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虽然现在啊还没有完整的证据、详实的报告，但是有这一条啊，它就足够了。垃圾填埋场跟咱们打仗打得太凶了，逼得太紧了，咱们就用你们找的这个证据，跟他们去交涉。我相信，咱们一定会赢的。这样，咱就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向老师、老张，跟我去一趟市政府，走，咱一块儿一起去。走。同志们，我宣布，秦川市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正式成立。我们都是老文物人了，在这一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尿枪环炮的，编制有了，现场来，但是不用苦穷了。社会各个面对我们的关注也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文物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全新时代，大家一定要砥砺前行，不辱使命。期待吴局。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反馈有2个前科人员跟刘强关系很密切，叫啥？一个叫王金发，一个叫胡庆业。我怀疑这2个人啊，就是表叔团伙的核心成员。好的，老同学，王金发归你，胡庆业归我。杨成，穆建辉先生是我们秦川市著名的私人收藏家。此次开然捐赠的私人藏品，极大地充实了我们明德博物馆的馆藏。未来呀，这些藏品将在明德博物馆的展陈中大放异彩。
我和明德博物馆的渊源很深。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儿。今天把我的珍藏捐出来，也是希望这些珍藏能够回家。穆先生与我们博物馆情谊深厚啊！为了感谢穆先生对明德博物馆的贡献，理事会特聘穆建辉先生担任常任理事。穆理事，往后啊，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呀，馆长的办公室，我一个理事在这儿办公不太合适吧？有啥不合适的？用不了多久，我就该叫你一声穆馆长了。还早着呢。别谦虚，指日可待。啊，你看看还缺啥？我安排人给咱添上。好，我看看。啊，行，那你慢慢看。啊，慢点监考试。啊，保送保送啊。爸呀，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吗？对。那我们还能回去吗？回不去了。我是穆建辉先生的代理律师，受他本人的委托来跟你谈一下孩子的抚养权问题。没啥好谈的，我已经决定起诉了。你找好律师了？温女士，秦川市最好的律师就坐在你面前。你不用吓我啥也不怕。我不是吓唬你，我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醒你两句。亮亮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就丢下孩子跑了，这种行为往小了说叫不负责任，往大了说叫遗弃。一个是撇下孩子就跑的母亲，一个是有经济实力、对孩子倾尽全力的父亲。你觉得法院会把抚养权给谁？穆先生说了，他跟你丈夫是好兄弟，不想跟你对簿公堂。如果你愿意自愿放弃抚养权，不再来打扰他们一家人，他愿意支付你1000万，并且是一次性支付。就算输，我也照样会告。那咱们就法院见。不用了。嫂子，亮亮，叫妈妈。妈妈。
娃平时好带的很，这包里是娃平时用的东西。哇！亮亮。杨律师，穆先生，看的咋样？你爱人把孩子抱来了，啥意思？他把孩子还给我们了。建辉，淑兰，你为啥要把娃给他？不为啥，是时候做对的事情了。你糊涂啊！不是我的娃，是咱俩的娃。你在哪儿呢？我在咱以前那家呢，寮长的宿舍。你去玩干啥？建辉，回头吧，现在还来得及。我给公安局打过电话了，自首了。淑兰，淑兰啊，我这一路过的啥日子？给人当狗，遭人白撵，把命系在裤腰带上，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你来明德博物馆看看，这是我的祖宅，马上就要回到我手上了。你可不能干傻事啊，淑兰。这些年一直做傻事的是你，建辉，该醒了。记得经初步鉴定，确实是汉代青铜变的。我尽快安排梁子给人。穆建辉，明白。姐姐，办公室门。姐姐，没有人。没有人。哎，boss，boss。哎，你们家房款了？没有。
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发现嘛，所以我们报社一会儿想给你做一个专访，可以吗？老师，可以时间吗？老师，你先去忙吧。好。方块呢？他说要在基地看家护院。啥？这狗肉包子这么好的机会他不来了？这不是他一贯作风吗？你在哪儿呢？咋了？你咋不会马上开始了？你人呢？哎呀，我都说了我不去了，你跟骆领队代表了嘛。哥，今天你是主角，你不来能像话不？我不去，闹闹哄哄的，圆上清静嘛。对，就这吧，随你啊，挂了。不来吧？先进去吧。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媒体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秦州省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会现场。我是秦州省文物局副局长严梦仁。在这里，我谨代表省文物局向在座的各位宣布，秦川市隐村大墓最终被确认为汉太宗司陵。司陵考古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对隐村东薄太侯南陵的小型从葬坑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80年代，又有2位考古的前辈对西汉11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测量工作，为后续的西汉帝陵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之后，秦川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的同仁勘探发现了隐村大墓以及周边的外葬坑10为界等，由此杜华号陵与凤凰山隐村大墓的关系就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并开启了对汉太宗司陵具体位置的讨论。请问咱们司陵的主墓会不会继续发掘？我们国家的文物政策，关于古代帝王陵墓的发掘，原则上是不允许的。考古不是寻宝，不能见一个挖一个。现在能发掘的都是我们研究所需的，我们要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等技术成熟了，等他们的研究需要的时候再进行发掘。好，谢谢。我帮院长再补充一下，我们现在首要需要做的呢，就是保护这些陵墓和文物。我们考古队希望未来能在白鹿原上建一个遗址博物馆，用来展示和保护这些资陵还有薄太后南陵的发掘成果，也能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好，谢谢。那请问资陵被盗文物被追回了吗？等一下这位记者的提问我来回答你。司陵被盗文物已经相继被追回。
方四，熟悉不？黑桃用得是在这儿出土的。纠正一下，黑桃蛹是在这里被盗的。你说的对。它是咋挖出来，又是咋样被卖到了国外，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如果没有我，外国人咋了解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把咱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偷到国外，然后让外国人显摆，还觉得是功德一件。保守的我们难听，没有我，你们研究啥？就连你们用的炭铲，都是盗墓贼发明的。没错，是盗墓贼发明的，可能就是一个工具嘛。刀用来切菜那就是厨具，用来杀人那就是凶器。我们用炭铲考证历史，你们拿炭铲把完整的中华文化弄得是面目全非、千疮百孔。如果不是我让黑桃蛹面试，你们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子陵在哪儿。我是布道者，我是先行军，我是第一个发现子陵的人。你笑啥？笑你无知无耻。很多年前，我们已经开始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就算没有隐村大墓，按照我们的工作计划，我们依然会去凤凰山勘探，依然能勘探到下边没有遗存、隐村、资留，照样会现实。靠你们，黄花菜都凉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几年搞不定一个墓，搁一铲子下去，全弄明白了。因为你是为了钱，我们不是。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青灯黄卷，小心翼翼的求索，苦心孤诣的探索。为啥？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中华历史的千年轴线，是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我们不能有半点马虎。你把文化遗存全部都糟蹋了，还在这说自己是布道者、先行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笑。没见回，北部嘞。媳妇儿，我连累你了。我等你回来，建辉。就是。
小桑，不请爷。多少？1.73米。哎呀，这个数据手机的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哎呀，马老师，哎，就这天气还行啊，风没那么烈。就是这天啊，越来越短了。日子不经过呀，又快过年了。啊，对了，这马上要放年假了，你这次有10天的假，你不想着回秦厂看看？先把今年的报告弄完再说吧。王老师，哎，我这一直很意外啊。哎，就是你打算咋不留在秦川呢？哼，哎呀，就是我当时跟你说的嘛，余赛的这个长城计划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嘛，咱老是没完成，我想把它弄完的嘛。之前那个隐村大墓，困扰了我10年，现在这个谜团解开了，文保发掘都步入正轨了，这边更需要我呢嘛。是。那罗老师都睡着呢，你就舍他呀？他那边肯定都顺着呢，我相信他们。咱每个考古人身上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呢。之前骆老师为了我放弃吕氏家族墓，哎呀，牺牲真的大着呢。虽然嘴上啥都没说，但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一样。一个项目就跟自己的娃娃一样，有时候比咱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呢。是。你问我舍得不舍得？那肯定是不舍得嘛。但我也不能那么自私嘛，是不？哎，来了，司政，你自己忙着啊。好，来了。考古学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考古发现可以补足史料典籍中那些缺失的记载，把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拼凑复原，把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貌展示给每一个人，展示给世界。所谓考昆卜史，就是我们考古的意义。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否。周三，时光留下的斑驳，像风儿穿梭，自由却落寞。有多少沉默，
再静静诉说那过往的情与重。看那平原的日落，看星星闪烁，看满天烟火，坚定着内心对错，美景又怎会错过灯火？那光亮扫走了困惑，这一双手穿过时光，紧紧相握。传承着梦的脉搏，那是我们的信仰，怎会退缩？